迎收看BFN财经所制作的由BFN财经所制作的。这个时候你在收看以及收听的是由 BFN 财经所制作的自由时事，那么这也是我们2026年的第一集自由时事。在开始今天看影片之前呢，记得要订阅、按赞以及开启小铃铛啊。如果说新的一年通常是象征着一个新的开始的话呢，那么今年的开局啊，真的是很多很多的事情发生，一个接着一个的令人惊讶的发展啊。包括了就在刚刚过去的周末呢，我们看到了美军采取了非常具争议的军事行动，直接进入了委内瑞拉，并且逮捕了该国的总统啊。那我们也看到说安华他也表态了，虽然他是没有指名道姓，但是他针对违反国际法来表态啊，再次将马来西亚置于这个大国的一个事件当中，然后把我们也似乎也拉进了这个大国的博弈以及斡旋的讨论当中哦。那如果当我们将目光转回到我们国内的话，其实我们也在很多人今年开年的第一个工作日呢，安华就给大家一些惊喜啊。他做出了几个宣布，包括了决心要来制定法律啊，就是限制首相任期不得超过10年，以及这个承诺各界期盼已久的检控分家。然后也宣布了这个延缓中小企业的电子发票的执行期。那其实安华他的这一套的组合拳是对于政治权力的自我限制，其实也有对于经济民生的妥协以及安抚。那究竟我们今天要来讨论的就是说，为什么在开年有这么多事情发生？那美国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呢对委内瑞拉来动手？是否标志着门罗主义强势回归？而安华在国际舞台的这个发言，以及他在国内的大刀阔斧的这个制度改革，他的目的又是什么呢？是为了下一届的大选来精心布局吗？那今天我们要再次连线胡玉山博士，来请他来带我们解读2026年的最新地缘政治的这个发展。博士你好。大家好，很高兴再和大家见面。那博士，今天要先来请教你关于这个美军进入委内瑞拉逮捕马杜罗的这个事情。我相信很多人在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呢，很震撼。那我相信这几天也有很多很多的讨论哦。但是还是想要请博士从这个国际政治的一个专业来看的话，为什么美国要选择在这个时间点采取这么激进的斩首行动呢？或者我们说逮捕行动好了啊？那美国这么做，它是否有足够的正当性呢？我想的，就如美国总统特朗普他多次的这个强调啊，他对于从这个南美洲美国的后花园的一个这样的一个国家委内瑞拉呢，那么第一的在过去的好几年里，有许多的这些来自委内瑞拉的人那么不管是合法或非法的手段进入美国，然后进了之后就一直待在那里。然后据他所说啦，好像也这些人好像也有从事各种的，就是说非常不好的勾当啦，各种的黑社会的行为啊，各种的那种黑帮结派啊，然后还有就是和这有关联的，也就是从委内瑞拉进入美国的各种毒品，从传统的这种海洛因可卡因一直到现在比较流行的这个所谓芬太尼等等。那么我们也看到嘛，过去的几个月呢，它都陆陆续续美国有自介的把一些从委内瑞拉乘坐用运毒的这些快艇然后美国自介把它连人带船带毒品就这个继承了，所以这样的一个行动已经不是一个就是说非常突然的事了。然后美军在过去几个月也在委内瑞拉附近的水面呢也集结了很多的这些舰船等等。那么当然这种国际上的这种你要不要进攻的地方其实不管是在表面，我们刚才所说的是表面或者是在后面，或者是在台底下其实你都会有所沟通的。就是说比如说这一次
这个马杜罗呢，他在被美国带走之前呢，其实美国也有跟他有所沟通哦，那么也有跟他说，哎，我们应该是很强烈跟他说，我们是要对你采取行动了，那么我们可以来一个妥协啦，我们放你一条生路，那么也有一个国家肯接受你哇，好像土耳其肯接受他的这个流氓哦，那哎，在国际上啊，你要找一个国家来所谓流亡啊，这个也很不简单哦，因为每个国家都不想所谓把不好的东西拉上身嘛，是不是？接受了你流氓，那么就很多很麻烦，很多所谓很多蚂蚁的事情都会来的了。所以土耳其肯接受，但是马杜罗自己不肯接受嘛。那么所以美国也就进去把它，好像有一点像了。1989年我还记得也是相似的情况，美国当时进入这个巴拿马。把这个巴拿马的这个当时的领导人叫做 Noriega， 那时候我们还很小，才十几岁的时候，开始对国际事务有所理解的时候，也是这样把他带走。那这一次几乎也是如出一辙了，就是进去不长的时间，然后把那个做头的那当地的领导人把他带走，带回去美国呢，然后也是控以这种贩毒啊这些这样的一些这个罪名啊。你说有没有这个美国这次针对这个委内瑞拉，尤其针对马杜罗的行动，有没有没有正有它的当性？所谓的正当性嘛？就是嗯，我自己是在美国，以前在美国念法律的啦。那么当然从美国国内的这个法律视角来看，当然是有正当性的，因为早在5年前啊，2020年的时候，这个马杜罗呢，他就已经被美国的这个你刚才说检控嘛，这检方啊，就已经被控以一系列的这个罪名了。所以这5年来，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他其实是一个可以说是一个通缉犯呐、那么可能你也说那么他至少都是一国的这个元首嘛，是不是？那么美国那里可以侵犯人家主权，来去把他这个带走呢？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因为他的这个所谓的当这个总统呢，他已经是没有正当性了的，因为之前的那个选举呢，之前2次的这个选举啊，他明显的都是舞弊啊，然后把自己就硬硬的说自己赢了，所以他的那个正当性，无论是从美国共和党或民主党当政的角度来看，都已经没有这个所谓的外国元首豁免法之下的这个豁免权了。美国自己也有这个所谓外国元首豁免法。那么当然还有针对这一点最强烈的这种正当性的指责呢，是说不管怎么样，总之你不可以进入委内瑞拉这样去抓人家，因为委会违反内瑞拉它联合国。是一个主权国家嘛，你这样等于是侵犯对，一个国家的这是主权。会违反联合国的宪章啊，侵犯主权啊什么啊。嗯，我要这一点呢，很坦白说啊，就是看你从哪一个角度来看哦。从一个角度来看呢，你可以说，假如所谓的国际法，尤其是国际公法哈，所谓的 public international law，假如它是被来掩护一些独裁者、一些残暴的暴君，针对他自己的国民所做的一些残暴行为，或者是做出那种这个是很敏感的一个词了，窃国的这种行为来保护他的话，那么这种国际法不要也罢，可以把它踢远远哦。我们要的国际法就是要伸张公义的这种国际法，凡是对自己国民犯下那种各种的这种暴行啊，或者是窃国的这种行为的，都应该抓。假如没有国际法可以抓他，那么一些有国际公义的一些国家都应该抓他。这一点是国际法呢应该要有的一个方向啊。那么你说这个是胡一山说的，是不是？哎，这也是胡一山说的，也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哦。我跟你说为什么？很多人不是很喜欢拿联合国来说嘛，是不是？根据这个国际法院的这个宪章里面呢，他说这个国际法的其中一部分呢，就是国际法专家所说的话，也是国际法的一部分哦。
我会上当仁不让啊，我也把自己当成国际法专家之一哦，所以我说的也是国际法之一。那么你就可以看出国际法这一个所谓大家常挂在嘴巴里的东西啊，是多么的虚无缥缈了。确实啊，因为博士，我们也可以发现说，过去以来，美国一直不断的针对这些独裁者，或者是独裁的国家，或者是这些 trouble maker 啊，美国都是或者是不止美国，我相信世界对他们采取的动作都是所谓的制裁。但是制裁了这么多年之后，其实这些国家的领导人依旧在残害他的人民。我们看到，其实委内瑞拉流亡在国外的这个国民就高达800多万，这是一个多么惊人的数字啊！那所以究竟要如何能够去让这些独裁者或残害人民的这一些独裁者能够被制裁，或者是公义要如何得以彰显？其实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啊。但是博士，这次美国啊，它很像是一石多鸟啊，他在这一次的这个逮捕委内瑞拉的总统之后，其实后面有非常非常多隐藏的讯号啊。那现在也有很多的政权非常的紧张，比如说伊朗、俄罗斯，甚至是中国啊，可能都会对于这件事情有所警惕。你觉得其实特朗普他想要释放的是一个怎么样子的讯号？那这是否也象征着门罗主义的强势回归呢？我想的，特朗普所希望通过这一次的这个抓捕行动所释放的最基本的这个讯号呢，就是你该所谓的这个门罗主义了。那么或者是特朗普呢，他现在把它改名为这个叫做什么川罗主义了。那么也就是所谓的这个美洲是美洲人的美洲了，就是不希望这个特朗普口中所谓的西半球，或者我们所谓的南北美洲呢，或者以及中美洲呢的事物呢，会有其他的这个世界大国的这个介入，尤其是介入来与美国为敌了。那么这些国家当然包括说委内瑞拉，还有这个所谓的古巴。然后还有你看到这个巴西啊，也是对美国蛮敌对的。那么还有一些左派的一些当政的一些国家了，你看好像委内瑞拉的邻国这个叫哥伦比亚，还有些智利好像也是一个左派当家，他们都对美国多多少少采取一些这种比较敌意的这个态度。那么美国也很坦白的说，是很直接的，就说以这个行动表明啊，如果你甘愿做其他强权的伸展的一个强有力的一个部分了，然后来跟美国作对，那么我会毫不犹豫的这个对付你。跟美国作对呢，如果你只是言语上的这种作对，你知道特朗普他倒是我看他是不太介意的哦。如果你真的来啊，比如说造成这些移民潮啊，造成这个毒品的这个泛滥啊，那么他就会开始比较介意了。那么你更扩大来说，你说会不会引申到伊朗啊等等？他的确是有这样说啦，说你们这伊朗的领导人，你们要小心啊，不要对你的这些示威者进行各种的伤害啊等等。我坦白说，他会不会真的就是把伊朗的这个政权推翻了吗？还不知道。如果伊朗会对中东区域造成威胁，好像之前伊朗不整天好像炫耀说我就要制造核弹了嘛，是不是？那么特朗普你看他也是不客气的嘛，直接把你整个核子设施就这个摧毁了，是咯。是，其实可以看到说，美国呢现在它对全世界释放出非常强烈的讯号啊，但是在讯号这么强烈的时候呢，我们看到我们的首相安华呢，对于这一次这个事件呢，表达了也是相对强烈的立场啊。那虽然他没有点名啦，但是我们都知道他在指的就是当他提到说不应该违反国际法的时候，我们都知道他在指什么事情啊。你觉得其实安华这样子的表态是否合适呢？那特别是我们现在看到了，比如说台湾也好，或者是日韩，他们
大家都还在尽力的跟美国在商讨关于关税，希望关税可以降下来哦。这似乎关税很多国家关税的这个协商都还没有结束，但是我们马来西亚似乎已经是满意于20%这个数字了吗？然后现在安华出来这样子的表态，你觉得它是否会影响马来西亚跟美国的外交关系或者是投资的气氛呢？国际关系啊，从最基本的这个角度来看，应该是一个国家，它为了维护它的国家的基本利益，然后必须与其他国家，无论是进行双边或者是多边的这个往来啦，各种的这个关系啦。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在应该是2个月前，当特朗普来马来西亚访问的时候，应该是我们马美关系的一个高潮了，是不是？特朗普有载歌载舞，安华也陪着他载歌载舞啊等等。那么这是表面上我们所看到的，在背后当然也有双方应该都是极为激烈的那种就是各种的，尤其是有关于关税的这种谈判了，对不对？那么特朗普这人也很特别的哦，他的怎么说啊？口头上他当然对马来西亚的说法也蛮强硬的。我还记得4月份的时候，他举出一份大表啊，所以有10几个国家对美国造成很大的贸易伤害啊。其中荷兰就有马来西亚哇，是不是？然后30几%的这个关税啊等等。可是你看啊，到最后。不说最后了，到目前为止，坦白说是雷声大雨点小。怎么说呢？第一，关税是降到从34还多少降到19嘛，是不是？然后第二，实质上啊有很多个我们主要的输到美国的这些各种的出口商品呢，都予以这个豁免呐、包括一些重要的这些电子产品啊，也甚至包括我们的中旅游的这些产品啊等等，都有所豁免或者是大幅度减低那个关税。还有第三个，其实大家很多可能没有特别注意到，但是我很注意这一点，就是什么呢？就是之前啊，包括我们跟美国谈判的时候，之前的奥巴马时代的贸易谈判呢、我们都提到，这个就说我们的这种所谓国民待遇啊，尤其是就说，尤其政府采购的时候是不能够只依某个群体的，必须不管是国民或者是对国民以外的这些商家呢，都应该一律的这个待遇嘛，是不是？这一点美国继续让步哦。奥巴马年代让步，特朗普年代都继续让步哦，所以你看啊，美国方面也不是只有我们让步的哦，美国方面也让步的哦，是不是？这一点呢，其实我是很不满意了，美国的这个让步，我直接跟你讲，因为美国让步了，所以本地就继续会有这种尤其是在政府采购啊等等的这些待遇啊，会分成几种待遇的。我这里点到即止，大家也明白我是说什么了，是不是？OK。然后你说这一次安华的这样的一个言论说，他好像严厉谴责哦，condemn 哦，是不是？我只能够说，假如委任我做外交部长，或是我是首相了，我会怎么做呢？可能我会跟新加坡比较相似哦。新加坡也是美国重要盟友嘛。新加坡是说什么呢？你这种外交措辞很重要的哦。新加坡是说，我们表达深切的关注。对于美国这样的情况表示深切关注，说 express concern 啊，是不是？那安华是直接讲 condemn 的话，你这样 condemn 就坦白说就不漂亮咯。你也可以讲我而且还深切要求关注要立刻啊来释放委内瑞还拉总统立刻释放啊这种啊，但你不是叫人家立刻释放这种毒贩啊，这种暴君，那你等下人家讲你又自己又抓住一些所以这种像我们的外交部啦，我觉得可以在措辞方面做得更好，但是我也必须强调一点，就是实质上我觉得它是不会影响双边关系的，因为我们的特朗普啊，他是看就说真正有没有做一些举动的。如果你比如说马来西亚对美国在贸易上做出一些举动啊等等啊，那么或者比如说这个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稀土
也从此不再出口美国啊，等等啊。哦，那个特朗普就会不高兴了，是不是？如果你锁一下嘴皮子，他可能还不会那么在意了。不过即便是这样，那个程度的拿捏要小心了，是咯。毕竟，无论如果在这个程度上面的拿捏呢，或者措辞上面拿捏不小心的话，如果真的是被盯上的话，那真的是可能最后受苦的又是我们的经济，还有我们的人民以及我们的企业啊。看到即使安华在今年一开年的时候呢，他就有几个重要的宣布哦，包括了我们看到了说检控分家，这个也是这个公民社会呼吁多年的一个诉求啊。但是在谈到检控分家之前，其实我们先来谈哦，他先宣布的这个首相任期不得超过10年，这个其实博士你怎么看啊？它其实在马来西亚的现有的政治生态当中，它是否会导致这个政党内部的权力斗争提前白热化呢？那其实落实这一项改革也是需要修宪，你觉得这个改革它真的能够成功吗？首先对于这一点我倒是必须很大程度的这个肯定了，是不是？因为无论如何啊，你能够把那个领袖的他担任最高领袖的这个任期呢，能够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啊，不管是什么2任啊，或者是什么8年或10年啊等等，对于我来说都是一件好事了，使到一位领袖呢不能够这个无限期的永远的做下去。我们常常都拿来讲的一位以前英国的一位政治家的话嘛，说什么权力导致腐败嘛，是不是？那么权力越大，就腐败就越集中越大嘛。所以你能够有一个任期限制，这在基本上来讲。这个是一件这个好事，不过当然这个细节如何我们还不知道了。比如说那么是不是安华之前做过的2年也算进去呢？是不是？或者是说从此之后呢？还是安华以后呢？我们还不知道。我们希望是至少说是从比如说这条法律生效之后就开始了，比如这样说了。那么你说会不会造成我国的这个政治更加纷乱啊等等？那是比如说某某领导啦做了9年半的时候啊，当然啦，他的党内就说，哎，是不是轮到我了啦？那个肯定会有一定的这种党内斗争了。不过坦白说，这种党内斗争啊，或者是甚至朝野的这种斗争啊，一定会有的哦。不管你有没有这个所谓的10年任期的限制，因为而且我也很坦白说，也不只是我国啊，你看连这种国会民主的发言国英国啊，他们不时的要不保守党要不工党里面都内斗嘛，谁来当首相嘛？我们本区域的一个大国澳洲也是这样嘛，整天无论是他的工党，或是他另外一边呢，好像也是叫国民党还是自由党方面啊，也是一样的斗来斗去嘛。所以只要你这个整个制度啊，是说当首相或总理的人必须得到国会超过1半的议员的支持，你才可以继续当下去啊。那么肯定会乱的，为什么呢？因为这议员们可以今天支持，明天可以不支持的嘛，是不是？你怎么样去控制呢？除非你有好像那种总统制的国家，是不是？你说这个人当选了，什么都好了，总理、首相、总统什么，那么他的任期就一定是有4年，或者一定有5年，是不是？除非什么弹劾他，弹劾就不是1半了嘛，弹劾是通常要2/3或3/4嘛，是不是？的国会议员才能够弹劾啊，除非你有这样的一个制度，那么你就会使到就说不会整天每个几个月来说党内斗争啊，或者是朝野就要换位置啊等等这样的一个情况了，是咯。是，那博士你又怎么看呢？这个检控分家，这个其实也是公民社会呼吁非常非常多年的那现在安华他已经宣布，他有决心要来做这件事情。OK， 这个其实是很了不起。那你看，刚才国际方面呢，坦白说，对安华这一次的这个表现我不太满意了。但是这一点我觉得是很了不起的。怎么说？哎，美国都没有你看，好像刚刚把马杜罗控上法院的这个美国的也是总检察长Attorney General 是不是？他不但是美国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
也是就说首席的这个检控官哦，是不是？这跟我国一样嘛，我们的总检察长是政府的首席法律顾问，也是首席的公共检察官嘛，是不是？所以你看，连美国都还没有分家哦，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为什么我们要分家呢？因为你假如同一个人呢，你又给政府一些法律意见，是不是？然后你又是决定要不要检控是某某某某人或者是某某这个团体的话，那么很容易你会把这两个角色会混淆的哦。比如说你会认为啊，检控某个人啊，或者是检控某个团体啊，可能对政府比较有利的，政治上比较有利哦，是不是？你很难免会被这样影响的哦。所以这个所谓检控分家呢，其实就是希望政府首席的法律顾问是一个人，就纯粹给政府一些法律的一些意见啊，应不应该做某种事情，在法律上有没有效等等。然后另外呢，会有另外一位位高权重的这个官员呢，他纯粹是说要不要去检控一些人或是一些团体的。所以这个我认为啊，是在我们即便是整个英联邦里面呢，都是一个蛮重要的一个这个里程碑啊，是吧？如果成功做到了。那你觉得说，如果成功做到的话，它是不是能够彻底解决，比如说选择性提控、撤案、DNA 啊、这个是大家非常争议的，或 NFA 这样子的争议，会不会以后就会比较少了呢？我们只能够这样希望了。我看也会比较少了，坦白说，因为当这个公共检察师哦，他相对有一个独立性啊，那么就不跟总检，就说他也不需要对政府提供任何法律意见的时候，那么就好像变成好像我们的法官嘛，有一点像我们的法官那样嘛。法官呢，他也是纯粹只是判案嘛，他不需要又给政府一些法律意见嘛，是不是？那么你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法官判案的时候都相对的很有独立性嘛。那么以后检控也很有独立性的话呢，我相信是能进一步使到我们的各种的这种公共检控呢，能够具有其专业性了，更能够从法律角度来决定，而并不是说有没有一些政治影响啊这样的一个角度了。是，那博士，如果我们看到这一次他对于这个经济政策的一个最新的宣布啊，就是政府同意将营收100万至500万令吉的这个企业的电子发票的强制执行期呢，从原本的这个2026年再推迟1年啊。那我们相信这可能也是跟之前沙巴利鸡蛋有关系了啊。他做出了一个这样子的一些的妥协啊。但是博士，你觉得他是不是真的能够安抚中小型企业的情绪呢？那第二就是说，推迟1年实行，其实对于政府原本希望透过电子发票来增加税收啊，减少逃税的这个财政整合目标，是不是会带来一些冲击？ OK，首先我们是讲冲击了，肯定是会有啦。你就因为你没有收这笔税，那么你的整个财政收入肯定减少了，是不是？所以这一点对政府来说肯定会觉得很难过了。OK，那么我就说这个电子发票的这个课题啊，坦白说我还是比较中立的哦。为什么呢？我即便是从这个中小企业的角度来看呢，OK，我觉得中小企业之所以不喜欢这个电子发票，有2个主要的原因了。第一个主要的原因呢，坦白说，我觉得是一个很不应该的原因了，就是逃税越来越难了了。就是说，你一切的这些比如说某样产品啊，你收人家10块钱，你都要发一张收据，而这个收据是有一个中央的这个数据库那里发出来的嘛，所以政府也知道，哦，原来你 charge 了人家10块钱，那么以后追你税的时候就比较容易了，是？而你不想这样吗？你是想就这样 cash term 嘛，是不是？就直接收现金，然后也不报税嘛，对不对？这一点坦白说，我觉得是不太应该啦。我们不应该去蓄意的想要去逃税了，这一点是不应该。但是另外一点，我觉得中小企业的这些 complaint 是很对的，什么呢？就是当他要去奉公守法去做这种电子发票的时候，是不是？
要不就很麻烦，就说整个那个过程非常的繁复，要有一些新的一些电子设备啊等等啊，是不是？然后第二就是这种设备，然后以及有些人是请顾问来教他怎么样做的哦，这些费用是非常的高昂哦，是不是？那么就讲明中小企业他给不起嘛，是不是？所以假嗯哼，如我来做啊，假如我是财政部长了，不好意思，今年我又当自己外交部长，又当财政部长，甚至首相了。假如我来当财政部长，我可能会这样做，就是第一，分几年来实行，就好像现在这样了，就是说第一年呢，可能只有什么收入超过1000万的公司，嗯第二年也加入500万的，第三年加入100万的，第四年加入50万的，这样通过比如说5到10年来，慢慢的给大家一个适应期了。第二，我还会这样哦，就是怎么样呢？比如说今年轮到500万以下的商家都要电子发票化了，是不是？那么然后这些商家们说：“哎呀，不行啊，这么贵啊！单单要弄你这电子发票啊，使到我增加成本增加10万甚至20万啊，是不是？”那么我就给他抵消咯，就是比如说今年的这个你的税收啊，是不是？你本来也要交20万的税，给你抵消那个你采取电子发票所要付出的各种费用啦，是不是？你要给大家有一个大家觉得，哎，这样我不用付出 extra 的钱嘛，或者是也有一点甜头啦。几年的时间来抵消也可以了。那么那个所谓的抵抗啊，个 resistance 啊，就立刻就减少了嘛，是不是？本来嗯哼。大家都不甘愿让我以后没有得逃税啊，这样还要我出钱让我自己没有得逃税，那起码要我出钱那一点拿走了嘛。那么那个以后不要逃税那个我就勉强吞下去了嘛，是不是？所以我们要用比较心理学的角度来看，社会心理学的角度啊，来看这个事情了。那么我觉得可能这样就比较好了。你现在不是的话，就说总之实行，你怎么样实行总之实行，也没有给人家优惠哇，是不是？你要这样的嗯。角度来做了，我觉得就会好很多了，是咯。但是无论如何，我们看到说安华他也是在这个沙巴选举之后呢，做出了一些政治的妥协啊。但是整体来看，包括了这一次安华在这个国际事务上面的这个高调的发言，一直到他在这个2026年一开年的这一些的宣布啊，你会对他的目前的这个施政节奏，有什么样子的建议呢？你觉得他的这些动作是否会为接下来的这个选举来加分？起码这是他所希望的啦，这肯定是有这种政治意图啦，毫无疑问啦。那么沙巴的这个选举里面呢，行动党是零鸡蛋，那么公正党也实质上是零鸡蛋，这个是所谓的一击警钟了，是不是？那么嗯哼。安华当然是希望能够进行一番的，无论是政治上或者是社会上、经济上的改革，以便让他的这个西蒙呢，那么还先不要讲大选啊，在未来的我们还有几场的这个州选嘛，比如说马六甲，比如说这个柔佛啊，沙月。那么甚至沙劳越啊等等都有嗯。州选，那么使到他们的表现至少不那么难看了哈。那么能不能够突飞猛进，这个我不敢说了，我看也不会了。那肯定不讲肯定，那么希望不那么难看，起码赢回几席啦，是不是？那么你才有一个 momentum 嘛，政治的东西很重要的哦，这个推动力这个 momentum 嘛，你进入那个联邦大选呢，你才会有一个嘛，你不会说哇零鸡蛋零鸡蛋零鸡蛋进入联邦大选呢，那么你整个那个气势可能就没有那么强了，是咯。博士，你觉得其实，在安华他这个一开年他的这一些的宣布，跟人民的期待，就是人民对于改革的期待之间的这个落差，其实你觉得还差多远？他是否已经有满足到？其实包括了像特别是华裔选民对于安华改革的期待，你觉得现在安华宣布的这些东西，距离大家的期待还有多远？我觉得这种东西有时候就说作为领袖的，尤其是政治领袖啊，你跟民众之间，你可能第一要时常沟通，然后第二要更有效的这沟通了。怎么说呢？你看好像现在特朗普啊，他每一天啊开记者会，我看至少开3场哦，是不是？嗯哼。早上
会见某某外国领袖前，在两个坐下来，他就先开一场哦。他跟那个外国领袖谈判了之后啊，大家出来两个站在一起，又开第二场哦，是不是？然后下午他又签一些不什么行政命令啊，又开第三场哦。然后过后可能他要乘空军1号不飞去哪里啊，在飞机上都来一场4场哦，有时候啊，是不是？所以我不敢说希望安华能够做到这样了，可能也那个也是过了了。你至少每个几天你有一场，甚至非正式的，是不是？你跟大家有一个沟通，比如说什么呢？比如说这些就是所推出的这些改革了，你要跟大家坦白说，你说对。目前我觉得我能够推出的改革，能够在未来，比如说半年或1年里，能够达到的是这么多。我也知道你们希望有更多，是不是？但是目前，sorry，我暂时做不到，先给我做这一点，让你看到一点成绩，然后我再做下一堆，好不好？下一个群的这些改革了，好不好？所以就说你要很坦率的，必须跟民众啊说你的各种的这种你希望做的事啊，那么也寻求他们的这个谅解啊。那么当大家看到是有一点改革，然后大家认为他应该也会继续改革，那么大家会给你一点机会的哦，是不是？你不给就突然间推出一些东西来，是这样咯。然后也没有太多的解释，总之是这样咯。那么大家可能说，不够哦，我要求的是10样了，只给5样啊，等等。我觉得你要很坦率啊，你的团队要去知道，说民众啊其实是希望要10样改革的，然后你很坦率说咯，对 ，sorry， 目前我10样做不到，我先推出这5样 ，OK， 都很给了的啊。你要使到大家对你有一个亲和感，大家对安华是有这亲和感，但是这种东西是要维持的哦，是咯。对，我相信其实一般民众也不喜欢政治人物总是高高在上的，就告诉你说我就已经做了这些，你们还有什么不满意等等，这样子的态度的话，可能就会引起反感了。那我想这个不只是安华了，包括了像民主行动党，可能在这种政治沟通上面都要更多的来思考怎么样更好的跟大家来沟通啊。那非常谢谢胡一山博士今天跟我们分析了这么多啊。那希望接下来呢还可以请你再来上节目扮演不同的部长来为我们给我们的国家领导人给我们的国家来去给出更多的建议。再次谢谢胡博士，谢谢你。好的，再一次的谢谢大家。好，那不晓得大家对于胡博士今天的分享有什么看法呢？记得要在下面可以跟我们一起来留言互动，也不要忘记订阅、按赞、开启小铃铛，就会看到我们所有最新的影片。我们下次见。你好，欢迎收看别分财经所制作的由别分财经所制作的